近2年我们有分享过 InArt 出品的哈利波特系列啊，随着今年赫敏出货之后，3小只也正式凑齐了。当然，哈利波特这个作品来讲，除了主角这个3人组以外，还有非常多有趣的可爱的人物，比如说混血王子，对，他走路劲儿的那种也挺可爱的。我是小秦二大，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玩牌企业。今天呢，咱们就一起分享一下 InArt 出品的斯内普。这次的整个包装的设计上，主体的色调是有一个切换的啊。之前主要还是那种偏白色一点的学院风啊，现在呢带点黑魔法的那种书籍的感觉啊。不变的呢是表面那种凹印，好看的这种花纹，以及哈利波特的 logo。正中心呢有斯内普的一个肖像啊，后面呢看到双引号 always 老情种啊，经典的台词。挺漂亮的，我觉得这个盒子整体要比之前的产品更简约了一些，观感上还是不错的。打开方式上，边缘磁吸、说明书、一些卡片啊、纸品。哦，这次头雕在拆卸上不需要再去扭动啊，直接拔一下就 OK 了。脖子上会有一个盖板，拔掉。这里领口的地方安插好之后，做一点打理，把这个内部的领子向上稍微提一提。还是先看头雕啊，我个人觉得这个头还原程度上来讲，首先是完全没问题啊。个人的这个形象也是特别的鲜明。当然，这种中老年的头雕现在市面上就做的都不错。争到最后能够打动玩家的，我觉得就是最后那一点点皮肤细腻的这个程度。比如说它这种皱纹、抬头纹也好啊，或者脸部这些小起伏、小的褶皱，拿捏的都是非常细腻细致的。这个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，都是很通透，而且还原本身人类吧或者人物的一个状态的啊，这是我自己直观一个感觉。并且呢，在不同的角度，我觉得都是很准的啊。我很喜欢一个就是从下向上稍微带一点仰视的那个视角啊，因为本身它非常高嘛。发型的刻画也不多说啊，略微带点卷曲的这种中长发，纯黑色。开箱本身的这个感觉也 OK 啊，但是你可以适当再做一点点调节。反正我是倾向于拿出来一点像这个眼睛前面挡一挡啊，就凌乱一点的感觉。当然，这个头有一个很大的卖点或者说尝试啊，大家应该也都知道，就是它这个联动的磁吸可动眼。磁吸可动眼其实并不是第一次接触啊，同时联动加磁吸，我是第一次体验啊，这可能也是市面上首款采用这种技术的玩具。内置了一个这个磁吸的棒。手感也不错啊，然后让这个磁吸和眼球保持一个大概在1厘米的距离，随着你想要的角度去移动就可以了。它并不会很快啊，它是有点缓慢的那样去移动的，但是整个过程呢很丝滑，没有卡顿，感受上或者这个体验感来讲很棒，因为你能切实感觉到它的这个吸力在拉扯，并且呢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啊解决了双眼调节时候因为磁吸这个距离产生的干扰，保持同样的瞳距，就是说你把它朝向任意方向的时候，都不会出现那种眼球不同高低不聚焦的这个状态。发盖这里啊，其实它也有保留，就纯靠一个这种插槽去连接的。一般来讲，你是不需要去拆开的。直观去看的话，也能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这种连杆的结构。我得说挺精巧的一个设计啊，尤其是对于这种直发头雕。是目前我觉得可动眼的一个最优解啊！你要一定说我想调成那个疯狂戴夫或者调成一个军哥，那是达不到的。如果说未来还要出类似于那个哈尼怀斯那种
需要让2个眼球一个站岗一个放哨那种形象的话啊，那肯定是无法利用这个机构了。对于正常的这个玩家和需要的话，我真的觉得是一个最优解。除了头雕以外，也看一看全身的一个表现。首先就是它这个很高挑的身形，整体的服装啊刻画都不错啊。它这个衣服的话，就是板板正正的啊，就是很利落。然后呢，你摸上去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厚度的，这也就保证了它有一个不错的质感。前方啊以及袖口都有还原出这个小排扣啊，一颗一颗很紧密的。然后你侧过来看这个边缘缝隙的话，其实它里面是采用了多个挂钩，保证这个前胸扣的足够紧，很整洁利落的感觉。下摆部分呢，其实也是有铁丝的结构的。与其说去凹动态动感那种造型的话，更多是保持这个服装一个利落整齐的感觉，拿褶这种设计嘛。鞋子以及裤脚有一点那个旧旧的吧，或者又很长堆叠在一起，这个效果我喜欢的。而且服装整体的这个做工啊、走线呢，多数都用了暗线，尤其是它这个边缘处包铁丝这个位置，你是不会看到那种明显的那个针脚的。然后身形的话，素体的话啊，这次有一个比较直观，就是拿起来捏住这个腿呀，或者捏一下这个胳膊呀，我个人觉得还是有提升的。除去它内部的服装的话，当然也有一个它这个很标志性这个巫师袍子啊。其实对于斯内普，除了他这个夸张的身高以及长相以外啊，就是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这个袍子，经常就是风风火火的劲儿在那走啊，这个袍子后面拖贼老长。当然你正常穿好之后啊，其实这个袍子本身是不带什么铁丝的结构的，就是个自然垂感，你需要做一定量的打理才能去还原一个好效果。然后就是这款产品的手型啊，除了主体附带的2个，额外还有5枚。本身的造型啊，包括一些皮肤表现呢，你和头雕相去对比的话，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。这个手型褶皱感会更强，当然手型这个动作还是可以的啊，尤其和斯内普其他的一些后面我们要讲的配件是可以进行一些联动。展示的时候有一个也不能说小技巧啊，就是把这个袖口尽量和腕部做一个遮挡，我觉得会更好看一些。然后小配件上，首先是斯内普专属的这个魔杖，整体没有什么太多说的啊，基本就是还原电影中的那个形象。比魔杖更好玩的呢，其实是形形色色这个瓶瓶罐罐，就是它这个魔药的一些相关配件。然后为了考虑到这些瓶瓶罐罐的展示呢，这个产品后期不也追加了一个桌子嘛？这个自己要简单做一点安插啊，就把这个4条腿儿插上就可以，摆到桌子上，还是会有一个不错的陈列感吧，我觉得，因为它这个形形色色的各种东西，除了颜色以外，大小也不同。你们带着一些像这种药草啊，或者一些原料的这个感觉的，相比于最早官图的时候，我个人印象是做了一个变化，或者做了一点升级啊。曾经那个好像里面东西都差不多，前面也都贴了标签标识。然后试管的话，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吧，摆出一个喜欢的排列。除了这些瓶瓶罐罐，还有一个干锅的组合啊，顶端的盖子也可以打开，会做出一些磨损啊，或者长年累月使用的这些痕迹。这个里面其实挺好看的啊。一本魔药学，这个书本和伊尔的那个哈利波特那3款都一样啊，就不仅仅是外包这个封面，内部同样做了很多文章。翻开的话，它基本是1比1复刻的。这个字虽然非常小，但是每一页这个图画都不同，甚至还会有一些沾染污渍的那个效果。小书本做的特别细，是一个很精巧好玩的配件。当然在玩的时候注意，切记不要给它大力的弯折，以免掉页。最后呢，就是支架以及地台。表面的话看点不多，但是侧面的话我觉得特别有趣。首先前方有一个这种拱形的金色铭文，然后这4周呢能看到这个透明的药瓶啊、小罐子的这种形象，这个设计挺巧妙，挺好看的啊，没有很夸张，但是也点明了它的形象。支架的话也是新规的这个金属支架，带有旋钮可以上下调节。不同的呢是颜色做了一个黑化的处理啊，搭配的时候一体性更强一些。整款产品我上手之后的体验啊，对这个本身斯内普形象的还原程度上，我觉得是很强的。主要的话就是得益于这个头雕，型很准，
很细腻，尤其在一定的光影下，你能感受到它面部的那些小的细纹和起伏，高低的落差很到位，很突出的一些特征，呈现在镜头里面会有很强的一个真实感或者真人感。再加入了这个磁吸的可动眼啊，就是无负担的那种调节。直发头雕加可动眼的这个配置，其实也是近几年一个高端化1:6产品的趋向。但是它一直会有的就是这个调节的痛点没法根治。这个方式后期如果长时间下来能证明它足够稳妥稳定的话，就是目前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。我觉得甚至要比你手去拨那个拨杆挪到的那个位置还要更加舒服。第二，后续这种直发头雕也希望能够沿用这个调整的方式。如果你也喜欢斯内普，喜欢哈利波特，又喜欢这种1:6的人偶产品的话，或者说你根本没有玩过这种1:6的产品，也可以作为一个全新的尝试。也希望后续能在哈利波特的系列中，对于这些成年人形形色色的其他的人物进行个1:6的还原和刻画，继续期待一下啊。然后呢，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1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